启禀殿下，我父兄奉旨回朝，途中遭遇陆氏余孽伏击，首犯薛求现已被我亲手捉拿。他对谋杀我父兄一事实供认不讳，请殿下明察。薛求，黎妃所言，你可认罪？是我杀了沈廷章沈直，如何？殿下，谋害忠臣，罪大恶极，下官恳请将薛求立即斩首，绝不能让沈廷章父子冤死。尚书令，薛求的话还未说完，何必如此心急？黎妃何出此言？我也是想让沈氏父子瞑目啊。殿下，陆氏伏诛，薛求藏身于健康，他又怎会知道我父兄回朝的时辰？我父兄又怎会去离官道5里之外的未央湖附近？谋害之人是陆氏余孽没错，但薛求背后定还有他人，而这人就在知见殿上。薛求，当着彭城王还有诸位大臣的面，把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，一字不落地重复一遍。究竟谁是幕后之人？那个人是彭城王。薛求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之前明明跟我说你要指黎证。妃，这是知见殿，众目睽睽，你是想私刑逼供吗？陆氏满门抄斩，我想逃，却还是被彭城王抓住了。殿下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他说，只要我杀了沈廷章父子，就对我既往不咎，留我一条命，离开健康。只可惜，我还是被你抓住了。你绝对不会放过我，前后都是死，我还不如说真相。沈离哥，你觉得彭城王能忍你沈家到几时？从头到尾，他不过是在利用你，利用沈家。如今陆氏已废，沈家功高盖主，他怎么可能不记得？住口！这才是你的计划，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你不相信，可这就是事实。薛求，黎妃，殿下，薛求乃陆氏余孽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。廷尉，你方才说找到了新的证据，是何证据啊？殿下，下官在未央湖案发现场附近，发现了一枚玉佩。何人之物？薛求，这可是你的？可是沈家之物。不是。殿下，曹参军可识得此物？殿下，既然此物不是沈家的，也不是薛求的，那定是薛求的同谋遗留下来的。曹参军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可不要知情不报啊！殿下，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玉佩虽是我的，但许瞻从未去过未央湖。薛求，这是栽赃陷害！
许瞻，沈廷章父子被刺之日，你是否在王府？如若在王府有人证，你便可排除嫌疑。你去哪儿了？你快说呀！这个许瞻是殿下亲近之人，行的也都是秘密之事。我想，不是做的每一件事都要跟我们说的明明白白吧？照实说。那日，殿下派我去城西买随饼送去陈府，我便给黎妃买随饼去了。什么随饼？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随饼。买完随饼之后，我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正在被人欺负，我便上去帮忙。结果我一转身，整包随饼都没了。然后我便得知沈家出事了，便想急着禀报殿下，就将此事忘了。你在回府之时可有人证？只见了殿下。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作证？许瞻是贴身暗卫，彭城王怎么可能会让他去买随饼？王府这么多人，居然连一个人都没见过，哪有这么巧的事？而且许瞻武艺高强，被一个小乞丐偷了东西，这说出去，叫人如何相信呢？许瞻，枉我在马头城把你当作亲兄弟，你编出这样连黄考小儿都不会相信的假话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殿下，我沈家忠心耿耿，我爹更是为大宋征战一生，我姐姐也是嫁了你，随你出生入死。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沈家的吗？沈父，这里是知剑殿，我就是要在这知剑殿上说，为我们沈家说。我爹几经六血，这些年为了北境，旧伤未止，新伤又至。此次北境之战，为了配合彭城王，以归乡之名隐秘行踪，深入敌后。合围之战大胜，天下人只知彭城王英明神武，运筹帷幄，何人记得我爹和大哥在敌后，甚至为此送命？沈将军，你父兄刚死，我等都很心痛，但你不能凭着这点就口无择言。难道北境之战殿下就没有身先士卒？难道功劳都是你们沈家的？你要知道，北境之战的统帅是殿下，听候调遣本来就是将士之责。姐，我今天就是要把沈家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。对，殿下才是此战元帅，可若不是码头援兵迟迟未至，我父兄如何会最终暴露行踪？我爹又如何落入敌人之手？殿下，难道你的军令里就没有一点点私心吗？够了！我相信彭城王。姐，殿下，沈将军方师至亲，情绪难免失控，此绝非他本意啊！来人，先将沈将军带下去，好生休息。殿下，小弟无礼，方才口不择言，望殿下与众臣谅解。沈将军，请吧。方才薛求所指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本王也不信。薛求，你这么说，不就是为了挑起沈家与彭城王，挑起百官与彭城王为路远报仇吗？此人用心险恶，今日若大家听信了他的谣言，就正中下怀。
你就让许瞻一直在外头跪着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我知道，可我若不罚他，他自己反而过不了这道坎儿。廷尉已经将薛球带回去了，可这薛球以自己的命来赌着最后一局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招了。审与不审，我猜这幕后之人，谢浩。之前我找到薛球时，发现他被人追杀，重伤濒死。后来我追着那黑衣人，发现他进入了谢浩的府中。若是薛球和谢浩没有在背后勾结串谋，谢浩又怎么会杀人灭口？我把他带到知见殿，是为了让他指证谢浩，可是没有想到，他们却还有背手。谢浩自诩清流，其实心腹极深，又重权势，与陆远之辈早就是一丘之貉。薛球入殿，无非是在离间我和沈家还有朝臣的一个局。之前救三宝，恐怕只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。之前他是在陆远的身后行事，如今陆远死了，为了阻止新政，他竟如此不择手段。李哥，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，行事之前一定要三思而行。只有找到切实的证据，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，方能真正让朝堂安稳。我明白。只是牺牲了你爹和大哥，对不起。其实，我爹早就知道推行新政，沈家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但他从来都没有害怕过，也没有退缩过。四哥只要坚持推行新政，保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我相信我爹和大哥也会欣慰的。我会做到的。只是风儿那边，风儿他性子耿直，爹和大哥的事一时让他无法接受。他也是情急之下失去了理智，但是我相信，给他几日，他会冷静下来想明白的。这几日，我想先回沈府住，一则我是放心不下风儿和我娘，二则住在沈家也方便查案。我们不能再放任谢浩了，他的罪行总会露出蛛丝马迹。只有早日找到证据，揭开他的真面目，才能以律法治罪，早日还朝堂清白。方才在知见殿上，你那样维护和信任我，我真的很感动。你我夫妻一体，我自然是要信你的。只是四哥，新政这条路若是要继续走下去，恐怕前路会越来越难。码头的明枪易躲，朝中的暗箭难防，你要更加小心啊！再难的路，我们一起走，就一定能走出来。诸位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各抒己见吧。兵曹侍郎，你不是懂画吗？你来说说，此画如何呀？鄙人以为，此画笔锋强劲，气势磅礴，堪称杰作。那这画里的内容呢？画上画的是天降骤雨。天降骤雨，山崩地裂，严肃阻绝。以五行之理，大宋属水德，山崩水阻，意味着运势受阻，要发生灾变和动乱。既然新政这股骤雨已经落下，
那士卒之力，就如同这峻岭，已可借势而后断川泽。28日子时，陈郡、彭城、荆州、火烧田庄，发动民乱。我们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这新政不但不会利邦利民，而且有悖民意，伤及社稷。发动民乱，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怎么？你们让我想办法，现在办法我想了，你们怎么又不敢了？如今的形势不必多言，虽然是自损之举，但已可换来长远利益。我坚信，经此一举，新政必亡。愿追随尚书令。诸位可想好了？落章无悔。我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但凡临阵脱逃、检举揭发的，皆会受到严重的刑罚。望诸位携手同心，共保我大宋100年基业。